医生建议，上了年纪宁愿早饭干吃馒头，也别早上乱吃这3样。老话说得好，早上要吃好，中午要吃饱，晚上要吃少，到底什么样才叫吃好呢？现在生活水平这样高，早晨不管是自己家里还是外面的街道上，花样百出的早餐非常多，荤的、素的、蒸的、煮的、炒的、烩的、油炸的、发酵的，南方的、北方的，各式各样的早餐，真的让患有选择困难症的人非常痛苦。这么多早餐究竟该如何选择呢？是不是味道好的早餐营养就一定也不错呢？这不但让很多年轻人都难以抉择，胡大爷也是非常头疼。因为年纪大了，胡大爷的身体不是很好，医生曾经交代早上一定要好好的吃早餐。原来是老伴做早餐，他从来都不操心，做好了吃就成。可前段时间老伴去带孙子之后，吃早餐就成为了胡大爷最烦心的事情。年轻的时候，胡大爷挺喜欢吃油条的，早上来2根油条1碗油茶，那感觉特别的满足。可随着血糖不断的升高，油炸的东西他是不敢碰了，但白面馒头和包子他也不愿意天天吃，这让他一时间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就这么纠结了一下，时间很快过去了，早餐摊一个个的都收拾了起来。一生气，胡大爷干脆是不吃了，直接来到医院找熟悉的大夫给他出主意。大夫听完胡大爷的抱怨之后，告诉他宁肯早晨起来吃馒头，有3样东西是不能碰的。那到底这不能碰的3样东西都是什么呢？1. 吃早餐的好处。如今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因此上早晨很多上班族都是步履匆匆的，一边走一边大口吃着简单的早餐。或许有人说，早上就不能早起一点，或者空一顿吗？早起不早起的先不说，空一顿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建议。吃早餐对身体健康还是有非常多好处的。1. 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。要知道，人在休息了一晚上之后，这个时候身体是急需要补充必要营养的，否则大脑和心脏都会因为营养缺失而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。最常见的就是低血糖症状，如果早晨头晕恶心，提不起精神，这其实都是低血糖的表现形式。而吃早餐是最有效的缓解方式。2. 提高注意力。学生们早晨都是必须要吃早餐的。现在我们国家甚至已经开展了营养早餐的活动。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吃早餐对大脑非常的有好处。早晨起来摄入一定量的早餐，不但能够让大脑保持清醒，而且还能够提高注意力和逻辑判断能力。这一点对学生们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上学生党一定要记住，早晨的早餐一定要好好的吃。3. 减少消化道疾病。应该有人听过这么一句话，年轻的时候不好好吃早餐，到了40岁以后很可能会多挨2刀。研究表明，早上不吃早餐的人，到中年之后是特别容易患上胆结石和肠胃疾病的。因此这所谓的2刀就是胆囊处1刀，肠胃上1刀。4. 加强新陈代谢。吃早餐对我们自身的新陈代谢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尤其是一些血糖高的人，认真的吃早餐是可以有效控制血糖的。新陈代谢加快，人体的免疫力自然就会增强，这样一来很多疾病就会远离我们。所以早餐很重要，一定要认真吃。2. 3样早餐要远离。早餐的花样很多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吃早餐更多的是选择口感和分量。不管什么早餐，只要好吃够吃，就一定会是首选。但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早餐的选择就要讲究得多，选择不好可能会对身体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。1. 高糖早餐不要吃。许多老年人都有3高的毛病，因此上一日3餐一定要格外注意，千万不能食用糖分太高的食物，尤其是早晨空腹的时候，如果摄入高糖的食物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们中国每个地域都有自己不同的早餐习惯，光是一个豆腐脑就分为甜的和咸的，所以上了年纪之后，不能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喜好来选择早餐，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早餐。糖分含量高的早餐就算是再好吃，为了自己身体健康考虑，还是要尽可能的远离。好吃难消化绝对不是一句调侃，对很多老年人来说，这都是真实的教训。高糖分的早餐有哪些呢？一般来说，粽子、麻团、豆沙包、汤圆以及一些甜味比较突出的粥类都是高糖食物。2.
高脂肪早餐不要吃。和高糖的食物一样，高脂肪的食物也是一样，吃多了对老年人没有一点的好处。老年人本来血管中的血脂就比较高，很多人的血液都已经出现了粥样化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饮食清淡，这样才会对血液的情况有一个较好的保持和改善。如果早晨的时候吃一些高脂肪的食物，那么很可能会让自己的血液情况变得更加糟糕。我们传统的早餐当中油炸食物特别多，这一类的食物基本上都是高脂肪食物，比如油条、油饼、炸韭菜盒子等等都属于高脂肪食物。现在市面上很多人还会选择一些西式早餐，汉堡、炸鸡等等，在早晨吃的人也不少。这些早餐其实也都是高脂肪食物，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是绝对不建议吃的。上了年纪的人吃早餐的目的和年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在不把补充能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选择早餐就简单的多了。而高脂肪的食物是最能够威胁到老年人身体健康的，因此上需要对这一类的食物远离。3. 高盐的早餐不能吃。由于早餐的食材比较单一，为了突出口感，一些商家会想办法来弥补早餐当中的口味缺失。这个时候，一些腌制的咸菜往往都是第一选择，一碗淡而无味的白粥加上咸菜，口感会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。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选择没有任何的毛病，不但能够吃得更爽，而且还能够多吃一些。但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讲，这样的口感享受是得不偿失的。国家现在已经在提倡轻盐少油的饮食习惯，如果食物中摄入的盐分太高，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。重盐的食物会伤害到心脑血管健康，而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心脑血管本身就存在问题，这个时候如果不加以控制，经常食用高盐食物，绝对会让心脑血管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从而引起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。所以早餐宁肯吃干馒头，也千万不要去吃一些高盐的食物。一口小小的腌咸菜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，绝对的病从口入。3. 老年人健康饮食选择。其实不只是早餐，对于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一日三餐都是要格外注意的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饮食健康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。那么健康饮食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上了年纪的人，由于身体各个机能不断的衰退，身体对营养物质的需求会更加的苛刻。光是从蛋白质摄入这一点来说，上了年龄之后对优质蛋白的要求会非常高。优质蛋白质不但能够更好的吸收，而且会减少老年人的肠胃压力。当然，合理膳食不光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，绿色蔬菜、杂粮、水果等等都是需要摄入的。总之一句话，保持清淡饮食的同时，一定要营养均衡。我们一直都在说，人上了年纪之后，不但要吃得好，还要好好的吃。什么是好好的吃呢？首先一定不能够暴饮暴食，就算再好吃，也要控制摄入的量。要知道，老年人的肠胃功能本身就是比较弱的，暴饮暴食对身体的伤害会非常高。其次，一定要注意一日三餐的规律性，最好是能够保证每天都在同一个时间进食，这样对肠胃系统的压力也是最小的。最后，刚吃完饭之后不建议运动，千万不要相信什么饭后100步走能活99，刚吃完饭就运动是对身体没有好处的。另外，很多人都有抽烟喝酒的坏毛病，这在年轻的时候影响还比较小，一旦上了年纪之后，就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，是一定要尽可能远离的。要知道，不管是尼古丁、焦油还是酒精，对我们身体是没有丝毫有利的帮助，只会让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受到伤害。因此上，既然已经年纪大了，为了健康长寿，考虑抽烟喝酒等坏毛病，能戒还是戒了吧。结语：俗话说，一日三餐要吃好，健康生活跑不了。吃饭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，但一点都不能够掉以轻心。我们现在老是说健康饮食，健康饮食，健康饮食就是从我们的每一顿饭开始的。早餐作为一天的第一顿饭是尤为重要的，科学合理的吃好早餐，才是上了年纪的人保持身体健康的根本。